我年少进入相府时，遭人算计，和长公子崔云一夜云雨，他被迫娶了我，名为正妻，实则连侍妾都不如。他轻贱我，人前肆意羞辱，我的名声糟糕，一双儿女以我这个轻浮的生母为耻。我死在一个中秋夜，弥留之际，眼前走马灯般闪过一生，最后猛然惊醒，发现自己正靠在寿宴的廊柱上，手里还端着那杯刚被人递过来的酒，浑身的燥热已经开始蔓延。我猛地将酒杯摔在地上，踉跄着冲进旁边的书房，正对上崔云通红的眼睛。他醉了酒，眼神不似平日清明。我的声音在颤抖。表哥，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知道婆子会撞门而入，知道满堂宾客的窃窃私语，知道他会厌恶地说娶我，知道往后20年的折辱。我转身就跑，一头扎进了门外冰冷的池水中。冰水涌入鼻孔的那一刹那，全身的闷热总算消退。我不懂水，但我宁愿淹死，也不想再嫁给他。我合上双眼，放弃反抗。罢了，与其忍受未来20年的嫌弃，不如就死在这一日。我从小住在崔家，养人鼻息，凡事谨慎。老太太对我是真好，表姐妹表面上也凑合，只有大少爷崔云讨厌我。他为人正直，不碰女色。可我长得身姿妖娆，漂亮脸，纤细腰，美貌全城第一。崔云很鄙视我，觉得我这种女孩子靠脸吃饭一点用没有，所以对我躲得远远。今天是老太太的生日，客人非常多。刚才那个刚来的女佣就是崔盼儿安排的人，她会在我的杯里放药，接着把我塞进崔云的房间，坏了我的名声。上一生也是这般，我遭人陷害，有理难说。崔云已经穿好了衣物，衣服雪白，表情冷漠，依然是大家夸奖的正直少爷，盯我的眼光中满是反感。我会要你，可我不会让你活得开心，表妹。我也是被人坑了。你一个孤儿，只是图谋崔家财产，搞出这种卑劣手段。在他看来，我是一个极坏的人，长着一张不老实的脸庞。然而，他又怎么毁掉我呢？我原也是正经人家的女孩，如不跟他，这一生本也不会这么凄惨。湖水刺骨，下坠时，竟有人抓住了我的胳膊，用力把我拉上水面。我喝了水，趴在地面，不停地干咳。客人们听到声音跑来，站成一排，有古怪不清的眼神盯在我这里。我的衣服全湿了，十分难看。我抱紧胳膊，羞愧地低着头。在瞅什么？一道懒散散的动静传来，第二句满是杀气。还看？我抠了你的烂眼珠！一件外套劈头把我盖严。腿废了。这次是冲我讲的。没废就自己站立。救我的是个体型高瘦的青年，红袍似火，五官漂亮像妖。我按着地想要站起，可惜腿虚的要命，又摔倒在地。青年很暴躁地切了声，却毫无动静地护在我身前。人群里突然一阵慌乱，是老太太到了，表情并不好看。家里照顾不周，让长宁侯看戏了。谁会不晓长宁侯谢怀之年纪轻轻，军功极多，却是个脾气古怪的性格。2年前侯家老夫人过生，别人送的是首饰古董，他送的是一只刚抓到的白狼崽，惊得老夫人当时慌了心神。大伙都讲长宁侯出手狠毒，脾气暴躁。是我不小心掉水，打搅了老太太的生日，多谢小侯爷帮忙。谢怀之乐呵呵地瞥了我一眼。没关系，下回求死，寻个没人的角落。由于掉水，大半夜我开始发热，脑子糊涂，梦中全是水响。我发现自己正往下跌，越陷越深。吓醒后，天已经大白了。小姐总算醒了。清蕊洗了毛巾替我抹脸，眼睛泛红。昨晚热了一夜，身子滚烫，丫鬟着急死了。这一吻毫无问题，阳光刺眼，好似重生。刚有想法，便听到清蕊小声讲：小姐昨晚掉水以后，又出了一件要事。大少爷他昨晚喝酒，欺负了一个女佣。清蕊讲，那佣人叫碧荷，在老太太房里做事，芳龄17，在家里干活了5年，还剩小半个月就要被送走了。听说他的意中人是个小木工，存了好几年金钱，只等他李府结婚。清蕊的音量越来越小，但大少爷发了很大的虎气，讲是碧荷姑娘不懂羞耻，应祸少爷，不然他肯定不会干出这种丑事。我慢慢吐出一股气，之前时崔云也是这么骂我的，之后他要了我，对我十分看扁，连最起码的礼貌都不给，经常在女佣大妈面前随便嘲讽我，专门让我丢人，让全家老小都明白我这个老婆只是个发泄工具。再然后我产下2个孩子，崔云不许小孩们找我，骂我为人放荡，会把他的骨肉带偏，正合他意。我的小孩们拿我当黑点，从懂事起后就不再搭理我。我死于一个中秋节，皎月千里，彩灯亮夜。我的儿子邱氏重榜，女儿带新女婿回家，崔家在前院设了赏月席，开心笑声穿过几道院墙传到我耳旁。这些事与我没关，我病得极重，仅在原处熬命。以前极度死人的漂亮脸，现在就是枯枝烂叶。
崔云过去将我靠脸吃饭，能有几天得意？现在长相变老，他真的不再来。院子里突然传来走路声，是我的儿子到了。前面宴席散了，爸爸叫我来看看你。不用，你走人吧。爸爸对你已经很好。是吗？我简直笑出泪水。20年的嫌弃、看扁、欺负，在别人看来算是施舍吗？门关上，没会又被打开了。这回是我的闺女，穿着大红色的裙子，头发盘起，是新娘的穿着。她立在门边，没有进屋。母亲，她的动静小又快，好像1秒都不想多留。今天闺女回家，本该带老公来拜见您，只是老公家代代清白，最看家风，有些事还请母亲原谅。那一秒，我突然很累很累。明白了，妈妈不会再连累你。迷糊中想到9岁那年的中秋，那时爸妈还在，是我这生最后一次团聚。妈妈做了甜甜的桂花糕，看我吃得饱，又给我扒柚子解馋。爸爸把我扛在肩上。我们家阿瑶长大了，要嫁世上最棒的男人，爱他一辈子。可是爸妈，阿瑶这一世熬得好苦好苦。记忆被一阵着急的砸门声打断，青蕊吓了一跳。大少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崔云站在门口，依然是一身冷酷的白衣，眼神里却全是火气。他从没这样丢人。柳云瑶，他死死看着我。昨晚跑去我房间的人明明是你。我很迷糊，耍流氓的是我，他的罪过就会变小吗？以前他也是这样，讨厌我又不想放过我。面前是正直高贵的崔家大少爷，背后却用最狠毒的话伤害我。我抬起双眼，昨晚有人往我的杯里放了药，刚来的女佣扶我回屋，却把我弄进了你的房间。是你喝多了酒，要对我干不要脸皮的丑事。崔云表情呆滞一下。我很恐慌，所以我拼命跑出来，掉进了水池。房内静了一下，崔云的脖子动了动，半天冷笑出声。他从来不信我。被人放了药，可笑，故弄玄虚而已。你觉得这样我就会高看你一眼吗？碧荷要被卖掉了，老太太发了极大的火，谁都不敢说。我跑去的时候，碧荷正跪在地上求饶。女佣没有诱惑大少爷，女佣是听太太的安排进去送醒酒汤的。老太太端坐在太师椅上，手里搓着佛珠，脸色铁青，背后站着几房的老婆小妾、大妈管家、密麻麻一群人，却静得只可听见碧荷的哭声。看到我，老太太皱起眉。阿瑶，你病还没好，跑来干什么？我站在碧荷跟前。我是来替碧荷洗白的。昨晚我也进了房间，这时除了崔瑜，并没有其他人看到。于是我照实说明，我被人放了药，又差点被崔瑜欺负，为保名声，这才跳进了门外的池子。至于碧荷，她应该是在我跑出去以后进去送了醒酒汤，正好撞见昏了头的大少爷。话语讲完，满院安静。老太太手中的佛珠停了，她瞅向崔云。阿瑶讲的可是真的？崔云皱着眉，还没发话。不可能，鱼儿从小读的是圣贤书，最是规矩懂事。她指着碧荷，大声逼问：肯定是你这丫头藏了不该有的念头。玉儿喝醉昏了头，你推不开，叫人总会吧？表姑娘还晓得往外跑，你就老老实实待着。明明是你自己有了歪心，见少爷醉了就想着攀高枝，现在事情败露，等装起可怜来了。碧荷拼命摇头，哭得说不出话。我晓得那种感觉。上一世没有一个人相信我，重生一回，不是预知了未来的这一生。我要替碧荷，也替前世的柳云瑶讲一句公平话。刚才舅妈问碧荷为什么不跑，为什么不叫人，我也有一句话想问舅妈，为什么出了这种的破事？错的绝对是女人。我被放了药，是我放的；碧荷去送醒酒汤，是她诱惑。我们一个差点淹死，一个要被卖掉。可从头到尾，可有人问过是谁给我放了药？又是谁害得没了名声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语气中还是带上一丝发抖。请祖母明察，家里出了这种破事。老太太发了极大的火，动了规矩，狠狠打了崔云30棍，严查那晚给我放药的人。碧荷不用被卖掉了，给了他100两银票，好好送出去结婚。这事儿就此打住，谁都不准再讲。至于我，被弄到城外庙里住着，躲避下风声。那晚我掉水，被长宁侯捞起，也让许多人看到。现在又搞出这种事，
难免有人瞎说，我什么都没讲，老实的整理了行李，往庙里去了。春末多雨，山路很滑，庙里香客很少。这天，我在侧房里抄书，一盏油灯微暗，向前烧着新换的檀木香，闻久了，脑子发昏。菩萨大发慈悲，修行高深佛法之时，看透万物都是空，救下所有苦难。门外突然下了雨，开始只是零零散散，眨眼就成倾盆大雨。屋里半掩的窗被大风刮开，湿气涌进来，混合着树木冰凉的味道，刮得佛前火光晃晃悠悠。我皱起眉头，回头想去关窗，脖子上却一凉。别说话！我低眼，一把短刀正贴在脖子前，只要微微一划，我今天就要和爸妈团聚了。还好，这坏人我认识。我慢慢叹了一气。侯爷，谢怀之呆了呆，极其意外。咋会是你？我瞅着脖子前的短刀，不敢乱动。侯爷每次找我，都要弄得吓死个人吗？对啊。谢怀之冷笑一声，最终还是拿开了短刀。真是老天安排的缘分。我转过身瞅他，一件红袍被血染透，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滴，他的脸色白得发亮，却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。刘小姐，救个命！房门嘎吱一声被人撞开，几个蒙面人站在大门口，带头那个表情吓人，眼神扫过大房，盯在我身上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害怕地瞪大了双眼。崔家女辈在庙里吃斋。蒙面人皱眉，可曾看有人跑进来？我心跳得贼快，脸上却不敢暴露一点，只慢慢摇头。外面雨大，我一直在屋里抄书，没有在意。蒙面人不太相信，让手下乱翻，眼看两人就要往谢怀之脸前面送去，我不慎碰翻了台子上的香盒，哐当一声响，蒙面人齐齐转身，大声质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慌张地看着窗外，我刚才看到窗外有个穿红衣服的人。几个蒙面人互相看了，扭头冲进雨中，追！直到几人的影子完全消失在眼皮下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浑身冒汗。谢怀之哼了下，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。我拉了拉嘴角，我还以为侯爷要夸我不害怕。他乐了声，扯到了背的伤口，狂流鲜血。他却盯着我不作声。我叹了口气，扔在地给他包扎伤口。我爸爸是大夫，从小看他治病，我对这活儿也懂点皮毛。你今天倒是好多了。我呆了下，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。侯爷取笑了，那晚不想活，现在看破，却又不想去死。手里的活计却没停，擦洗伤口，我要包好。哪想这家伙怕疼痛，直吸气。轻点，轻点！你这是在救我还是在害我呀？我嘴上糊弄说报仇，等侯爷好了，也可以来找我算账。谢怀之闷哼一声，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话：“刘云瑶，你胆肥！”暴雨临庙，佛前暗灯，满屋檀木香和水汽。那位名声极臭的表小姐就跪坐在他跟前，埋着头，仔细地给他抹药。一条散开的头发掉在肩前，跟着他的身子晃啊晃。他听过他许多难听的八卦，可现在眼中只有他安静低头的眉毛。褪去打扮，大家都该这么看。可气人心浮躁，看脸不看心。柳云瑶感觉到他的目光，奇怪的抬头。谢怀之突然移开双眼，去看佛前火光摇晃。我在庙里住满1个月，回家那天天气变晴，已经到夏天了。老太太在大厅等我，我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，佣人大妈都退到了走廊下，屋里只留了几个贴身照顾的老人。放药这事儿已经查清搞清楚了，是四小姐崔盼儿干的，因为她喜欢的端王爷在春天饭局上多看了我几眼，她就记恨在心里，拿钱收买新来女佣，在生日宴上给我放药。本来是想毁了我的名声，让我以后再也没脸出门见人，哪知道转来转去，最后竟然害了贝壳。我低眼看向跪在地面上的崔盼儿，她也正抬头看着我，眼里没有后悔意思，只有不服。老太太低声发话：“死丫头犯浑，关在屋里半年，罚抄写女诫100遍。至于那个女佣，打30棍子赶出家门，这事就此打住。”她很累地揉了揉眉头，好像被这些破事给烦死了。老太太慢慢地讲：“阿瑶，你受冤枉了。只是家里几个女孩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这破事儿如果闹大，对谁都没好处。你是懂事的娃娃，应该明白奶奶的难处。我是懂的，表外孙终归不是亲孙女。我的名声，我被陷害差点毁掉的一辈子，在崔家几个女孩的未来跟前，根本没有多重要。崔盼儿狠狠磕了一个头：“奶奶罚我，我认栽。但我有一句实话，非说不可。”她扭头看向我，她长得也算漂亮，平时最看重穿衣打扮，现在大喊大叫，满眼恨意的样子，竟然非常丑。
我只是脑子一时发热，但如果不是她长了那么一张漂亮脸，四处显摆，惹得外头男人乱看，我又咋会干出这种坏事？老太太拉下了脸。崔盼儿，奶奶，我讲错了吗？春天饭局那么多人，端王爷为啥非要多盯她几眼？只是一个借住外婆家的表妹，也不懂低调点，反倒招得外面的有钱少爷都往她身上乱瞄。闭嘴！一个嗓音突然打断他。崔云不知啥时到了，脸色冷得吓人。谁教你这么乱说人的？你干坏事不晓得改，反倒把错误推到别人头上。我听呆了，连老太太都瞅了他一眼。崔盼儿的脸憋得通红。全是他的错，是他作风随便，今天弄出这种丑事，第二天又被长宁侯当面捞起，衣服全湿，让多少外人都看到了。城里哪家正经人家还敢讨她当大老婆？大厅突然安静了下来，这话讲的难听，却也是真话。半天，崔云小声发话：“我愿意要她。”大家都惊了，我慢慢抬起头，满是嘲笑。大少爷真是极大的施舍，但我啥时说过想嫁你？很多惊讶的眼光盯在我身上。过了一会，崔盼儿扑哧笑出声：“大哥要你是瞧你可怜，你倒好，当着全屋子人装蒜。咋的？你是指望端王爷八抬大轿来接你，还是指望长宁侯家？”就在这时，外边突然传来一声喊话：“是长公主家里来人了！”长公主是现在皇帝的亲姐，权力极大，很受信任。崔家虽是大户，可跟长公主家从来没走动。老太太最先回过神：“快请进来！”来的是长公主身边的宋管家，深蓝色衣服，头发梳得一点不乱。老太太好，我是听公主的吩咐来给家里送请帖。老太太非常激动，让女孩们都来前厅等着。那可是长公主的请柬，城里多少有钱太太挤破了头也求不到。崔家竟有女孩能得长公主看中。宋管家却转身看向我。前几天的春天饭局，公主远远看到柳姑娘，觉得姑娘长得美，脾气也稳当，心里喜欢得很。3天后，公主摆下看花宴，请柳姑娘过府玩耍。看花宴摆在水亭里，挨水见着，四周透风。旁边的几个富家女不停回头瞅我，拿扇子挡嘴，小声八卦，也就是些讨论我长相和名声的难听话。我早习惯了，完全不在意的低下头。就在这时，长公主抬起眼皮：“柳姑娘呢？坐到我的跟前去。”扇子后边的小声八卦突然停了。长公主笑眯眯说：“前几天怀之还跟我讲，她在外边欠了很大一个人情，要我出面替她报。今天一看，原来是这么漂亮的小美女。”话还没讲完，门外就有人报信：“长宁侯到！”我有点紧张的跟着大家看去。谢怀之今天穿了身大红色的长袍，头戴亮宝石，腰绑着玉带，不慌不忙的弯腰问好：“大姨。”长公主笑骂：“穿得这么招摇，我的客人们怕是没心思看花了，全盯着你看了。”谢怀之话里有话，总好过他们光盯着柳姑娘一个人瞅。他停了下，扫了眼饭桌，语气变了：“怎么一个个举着扇子挡着脸？刚才讲八卦的时候也没看你们害羞。估计有些人没能耐长成柳姑娘的长相，嘴巴上恶毒几句也不稀罕。”长公主笑着摇头：“你这张破嘴，也不知哪家姑娘受得了你。”谢怀之没有回应，像门神一样在我旁边坐下，慢吞吞地剥着莲子。女人们互相看着，却没人敢多看我一眼。饭吃了一半，长公主带着太太们去园子里溜达。谢怀之推来一盘剥好的嫩莲子，随随便便地发话：“崔家的破事我也听说了一点，真是毫无道理。真以为世界上没人能收拾得了这帮人吗？”我捏起一颗莲子吃掉，微微皱起眉：“发苦。”谢怀之瞅了我一眼：“你还懂得发苦？”我闭嘴不说话，他很憋气，歪头看向湖里的荷花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平时十分喜欢乱管闲事？”他的声音变轻了点：“但是柳云瑶，不是谁的破事本侯都会管的。”花宴之后，崔家出了2件怪事。第一件是四小姐不晓得摸了什么不卫生的玩意，面上突然起满了红疙瘩，找了好几个大夫来看，都讲是上火生病，可怎么弄都不见好。听说她成天关门不出，天天哭泣。第二件就更古怪点，大少爷崔云不知咋的掉下水，被人从水里救上来时已经晕倒，那晚就开始发烧，病得人事不省。众人不知，其实还有第3件怪事。表小姐的墙头长了个长宁侯，这家伙来得极度频繁，且一天比一天高调。今天穿大红衣，明天穿深蓝，后天穿浅绿衣，像只显摆的孔雀。可他自己一点不害羞，好像不是在爬人墙头，而是自家后院子里溜达散步。我大概猜到什么：“你干的。”谢怀之抬眉，表情十分可怜：“城里这么多的人，为什么我不找别人麻烦，偏偏找他们2人？
他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破毛病。我拖脸瞅着他，被逗乐了。那城里这么多墙头，侯爷不爬别的，光爬我的，我也要反省吗？谢怀之突然捂住了鼻子，缝隙中渗出一丝血水，长凝喉，流鼻血了。谢怀之悄悄缩回了墙后，没多久又从墙头慢慢站起。他板着个脸去解释：天气太热。我眯了眯眼睛，夏风吹过，红花要开。我垫脚折下一根，递给墙头的青年。那你娶我吗？咚的一声闷响，红花孤单单的搭在墙头，人又一头摔了下去。墙那边一阵手忙脚乱。谢怀之的嗓音隔墙传来，生怕我变卦。这可是你讲的！我微微点头。哦。墙外静了一会，才听到他咬着牙的嗓音。没费我这大爷辛辛苦苦爬几天的墙。柳云瑶，你总算开窍了。崔云做了一个很长的大梦，梦里全是柳云瑶。那时候她还很小，借住崔家，长得漂亮，却总是低着眼睛，害怕的不敢看人，像一朵雨淋的红花，美貌盖不住，架子却是低的。柳云瑶给她问好时，总是轻声细语，埋着头，露出一块雪白的脖子，好像另有盘算。大家明里暗里八卦她。女佣大妈说表小姐命臭，害死了爸妈。姐妹说她长得妖艳，不像正经女孩。柳云瑶啥事情都懂，衣服只挑着便宜的颜色穿，银钗首饰通通不戴，恨不得把自己藏起来。可越是这样，她越是忍不住瞅她，肯定是因为这女勾搭在先。于是当酒席那晚出事后，崔云心里的瞎想也被确定，果然不是她下流，是她放荡。梦里画面一换，那是结婚后第3年，柳云瑶娘家的哥哥来城里办事，顺路来看她。她很开心，少见的穿了一次黄色的春装，站在屋檐下，比阳光还要亮眼。崔云看到了，心里却突然冒出一股无名火。穿得这么显摆，是要给谁看？柳云瑶听呆了，咬着嘴，丢人的垂下双眼，看样子快要哭了。那时她明明晓得，她这些年活得心惊肉跳，只是见到了亲人才开心，可却还是那么骂了。她老是这样，一边想要她，一边又气她让自己长出邪念。后来柳云瑶为她生下1儿1女，小孩们天天看着，也学会了鄙视亲妈妈。正合他意，他顺理成章成了柳云瑶在崔家唯一的靠山，他只能巴结他。柳云瑶死了没多久，崔云发现自己身子也开始不对劲，一天天地暴瘦下去。晚上老是梦到他，梦到他断气前那双无神的眼睛，没声音盯着他，什么也不讲，却比千言万语更让他难受。灵医来看过，只留下了短短的话：心病难医，憋屈伤身，吃药没用。他这才晓得，原来他早就爱上了他，只是他的面子和成见让他亲自毁了他，也毁了自己。咽气前，他的床前围了许多人，哭声响成了一片，他却只看到柳云瑶那个15岁的姑娘，穿着白裙子，老实的站在屋下，怕兮兮的给他问好。表哥。崔云突然吓醒，天还没亮，床上黑乎乎的，冷汗湿透了内衣，他拼命的大喘气。到此，梦里的破事他全都记起来了。原来他冤枉了他一生，原来那不是梦，是他本该过的一辈子。职业的女佣听到动静，赶紧先连进来。大少爷，您总算醒了，我这就出去。话没讲完，欢喜变成了恐慌。大少爷，你要去哪儿？他要去见柳云瑶，现在就要，这回再不会了。但是人走屋空。表小姐呢？女佣吓得发抖。表小姐不见了。崔云眼前突然一黑，气得发疯，竟吐出一大口血。另一个女佣从外面跑来，吓得脸都白了。什么不见了？表小姐是嫁人了，不是死了！你瞎说什么？院里一时安静，崔云站了很久，再说话时极其难受。她嫁给谁了？那女佣趴在地上，动静小得像蚊。长宁后。结婚以后，谢怀之和我回了南方。城里虽好，总归不是老家，找了爸爸的老友当师傅，跟着他学看病。3年后，自己开了家看病馆。至于那些以前烂事、官场争斗，全离我们很远很远。我在崔家小心惯了，衣服只愿穿青白2色，一年到头发上只有1根银簪子。就算回了江南，依然改不过来。谢怀之就换着法子哄我穿新衣服，刚开始还是一些素雅的色，浅绿、嫩紫、丁香色，后来便慢慢放开了，大红色、淡黄、孔雀蓝。他看到什么漂亮的布匹，都要喊人送进屋里，好像要把世上的好颜色都套在我身上。他还买下了江南最大的珠宝店，最棒的首饰全放进我的装盒。是不是太显眼？我犹豫地看着镜里的自己，谢怀之拖着脸瞅我，眼睛发亮。不会呀，我娶了个仙女似的老婆，恨不得全天下人都知晓。我的脸偷偷发烫，却不懂为啥突然掉下泪来。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讲过这种话，谢怀之却当作我受委屈了，慌张地给我抹眼泪。阿瑶，谁惹火了你？我宰了他！那以后，我终究还是被他养得水灵了许多。有时也有城里的消息传来，
比方崔家大少爷当官不过3年，年轻升官，一路往上，未来前途无限。他成年好几年，却一直没娶老婆，没人踩烂了崔家的门槛。他也只是冷淡的讲也有喜欢的人，别人问他是哪家女孩，他从不回应。慢慢的便冒出些八卦来。有人讲他有暗病，也有人讲他的意中人早就嫁了人，也和千里之外的我没关了。意外发生在第4年冬天，北方起了造反，谢怀之接令去打仗，走得急。要去几天呢？他闭嘴了一会儿，将我的手捂在他心口。不会太久。谢怀之小声安慰我。等我回家。我心里不懂为啥偷偷发慌。谢怀之走后的第3个月，听说城里来了大官，那时我正在诊所给我的病人看病。大雨之中，有人打伞走来，身子官衣，表情冷酷。他站在门外，背后的兵甲全副武装，刀光晃亮我吃惊的眼。你瘦了。崔云背手瞅着我，慢慢叹气。江南的水土把你养得不好。阿瑶，跟我回城。崔大人，这是要强抢平民吗？崔云冷笑一声，像在嘲笑我的可笑。谢回之保不住你，你总归跑不出我的手心。说完，他直起身，冷冷讲：那我也不用多说了。长宁侯造反，皇上有令，抓捕他家人回城审判。4年以后又回京城，崔云没有把我关进大牢，倒是把我锁在他城外的房子里。卧室里的摆设和我梦中以前的一模一样。崔云把我锁在里头，只留了一个哑巴伺候我。又见到他是在几天后的半夜，他喝高了，带着酒气撞进来，满脸的死沉，在看到我的一瞬间变成了开心。你回来了呀？他站在门边，一时竟不敢靠前。我这些年没娶老婆，我老是梦到你，梦到你回到我跟前，我们的小孩暂生到这世上，这一世我们可以美满。那一秒，我荒唐的想笑，他竟有脸跟我提这个。崔云完全不知，只是嘀咕：以前我错怪你，让你孤单一生，是我对不住你。这一世我不坑你，回到我跟前，行不行？我极快地乐了声：不行，你欠我的哪是一句对不住能糊清的。崔云站在原处，脸上的表情慢慢没了，突然一滴泪没点预兆地落下。行啊，阿瑶，那你绝对不要放过我，因为我也不会放过你。你我就这么世世代代拉扯，直到死掉。我的胃突然翻腾起来，一阵搞不懂的直恶心。我吐出，崔云的声音立马就停，脸色瞬间刷白。他从来没想2次，我竟讨厌他到这种地步。我怀孕了，给我看病的医生直摇头，讲我精神消耗太多，如果不好好休息，这孩子怕是留不住，甚至连我也会元气耗散。那一天，崔云安静很久。是谢怀之的。话还没完，他自己也觉得可笑，苦笑着摇摇头。我已挑好日子，下月15，八抬大轿接你进门。关于这个小孩，我乐意当他的爸爸。他生出来就姓崔，进崔家户口。他是你的小孩，我愿爱屋及乌。让谢怀之的小孩喊他爸爸吗？那种反胃的滋味又冒了出来。这些天里，我暴瘦了许多，没有精神再跟他吵架。看在崔云眼里，我已经认栽低头，所以他对我温柔许多。我闭上眼，只急泪地问了句：我夫君还活着吗？崔云没有回话，但他的表情告诉我，谢怀之没有死。当晚，一只鸽子飞到了我这里，他带回了长公主的信。信上讲了3件事：第一，谢怀之向北打仗是真，但造反的罪名是崔云瞎编的。他趁谢怀之独自深打跟皇宫联系断掉的机会，安排官员举报他造反。第二，崔云是齐王一伙，这几年十分高调，皇上很慌。第三，齐王一伙陷害好人的铁证，现在就在我眼前。崔云接娶我那天，城里下雪，前一晚，崔云非常开心地看我，一杯连着一杯，灌得像一滩泥。你终究回到了我身边，这一世我对你好。也就是这一晚，我把这些日子收集的证据送了出去。这并不难，反正我们当过一世梦里的夫妻。崔云对我没有防备，他一直看不起我，所以那些联系信件放在哪里，我非常清楚。崔云在前厅请客人，我安静地坐在房里等他。半夜3更时，崔云走回了，他今天很开心，喝了一杯又一杯。哎呀，我好开心。在他看来，一切总算回到了正轨。他的老婆不再痛恨他，他那2个让他得意的小孩也会出生到世上，陪他再当一世父子。就在崔云非常开心地掀开红布时，院外突然传来巨大的喊杀声，护卫队长带着巡逻兵破门而入。奉命抓捕坏人崔云，齐王手下统统杀掉。崔云脸上的开心瞬间停住，他不敢相信地看着我。我慢慢站起身。崔瑜，
你联系齐王陷害好人的证据，我已经交给皇上了。你想拥有的美满，绝对都不会实现。翠云脑瓜很灵，极快地想清楚了前因后果。全是假的吗？这些日子，你对我可曾有过真心？到了现在，他咋敢问我的心？我高高在上的瞅着他，没有，我拿你当仇人，每一天看到你，都让我非常反胃。崔云的脸色就难看一分。最后一句讲完，他突然吐出一口血，像是被彻底伤心。柳云瑶双眼一亮，夫君。崔云慢吞吞看去，谢怀之竟活着走回了。他一身军装，满身灰尘，大步走到我旁边，把我死死护在怀里。阿瑶，我来迟了。守卫上前，把丢了魂魄的崔云抓了下去。局面已定，齐王输了。这趟进城，我建了功，替自己弄了个封赏回来。齐王一伙被全部收拾，崔云因造反罪被判了死刑，秋后砍头。只是死了一批活该丢命的坏蛋，我根本没管。这边试完就回南方。来年的春天末，我的闺女降生了。谢怀之一步没离地陪了我一天一宿，好得比她还响亮。这让我哭笑不得的相信，这个丫头，她会跟她爸爸一样疼我。太阳落山，门前风铃微摇，药铺来了今天最后一位病号。不用看脸，我就晓得是谁。你哪里不得劲？一天没见老婆，心口疼。谢怀之的语气慢吞吞的，估计得了相思病。边上几个来买药的大妈都笑出声，我脸蛋发烫，埋头装作看单子，根本没理。谢怀之下巴靠在桌上，一双眼非常可怜的瞅我。医生，咋解决呀？不能真叫我痛死吧？我的闺女正在学画，在边上发出咕咕咕的声响，我被逗笑了。能治，得用一味当归，日日夜夜与君同归。